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。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，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窗解了锁，谁想等失去那天悔不当初，我仿佛从头活过，方知一生为了什么，不必怕闯祸，无惧烧起火。张小坤，张三，你老是骂我是垃圾，还笑我长短腿，我很想让你体会那种感觉，用枪射自己的腿。要不这样，我把枪给你，你来开枪。好啊。狙击手，别开枪！炸弹不会爆炸，炸弹不会爆炸。张耀坤，笔记骗不了人的，你果然很怕死，只会放炸弹，连保险栓都没开，你根本没资格进 UD。2，让他走。 Yes sir。张小坤，你的口供说所有事都是你做的，你想干嘛？你之前发信息给一个太空卡，说等 VIP 进场再开始派对，是什么意思？对方是谁？你们是不是合谋放炸弹 ？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， 意思不就是我要等那个 very important person， 我才可以开始派对？我快生日了。你们又忘了？哎，算了。你们问了我2天，你们想要什么答案啊？我现在再跟你们说一遍，所有炸弹都是我江耀坤一个人放的。其实我们够证据起诉他了，但是我们没抓起犯人，你猜他的同党是谁呢？回啊！妈妈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我没看到什么。今天很开心呀，可以陪你上学。还不行，还不可以正式上学。今天呢，只是回去办手续，然后到处走走，习惯一下，还要等韦医生跟系主任解释情况。欣姐，我跟何教授说了，朗琴可以进去了。我陪你进去好不好？他一个人可以的。好，你自己进去吧。先穿上外套，里面的空调很冷啊。谢谢，妈妈。那我先进去了。我女儿挺相信你啊。其实心理治疗，病人的认知信任很重要，治疗效果好不好，跟信任度有很大的因果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病人越信任那个医生，治疗效果越好。那你呢？你信不信我？看来欣姐今天的气色不太好，刚才是不是看见马勇？还是看到穿高跟鞋的贵妇和小女孩？你明天要复诊，记得。我记得。要不，我们去那边喝东西。好。怎么？最近还是没什么胃口啊？胃口不好，吃了你的药，一吃东西就想吐。还有没有其他副作用？我给你开新的药。不用了，我跟我女儿会换别的精神科医生。怎么了？你不信我？朗晴应该要很久，你先走，以后别再见她。我不要女儿太依赖你。不是依赖，是信任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信任才可以让治疗效果最好。你看朗晴，她现在可以上学，多开心。她开心不是因为可以上学，她开心是因为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见你。她前天跟我说，约了摄影学会的同学，但是我在床边看到你送她回家。你们那晚去哪儿了？做了什么？你怎么不自己问朗晴，反而回来问我？你是不是怕问了朗晴，她不跟你说实话？你怕问了她对你反感，怕她病刚好不想逼她？还是你怕你说的话会吓到她？我怎么会吓到她？因为你连自己看到的都分不清是真是假。你不只看到马勇，而且还看到穿高跟鞋的贵妇和小女孩。你连自己的病都控制不了，怎么跟我斗？你也看到了，朗晴很信任我，我可以让她穿上外套，也可以随时让她脱掉。你信不信？你别找我女儿！马勇，走啊！走啊！别搞我！走走走啊！走欣姐，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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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见过何教授啦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下个星期应该可以上学了。你这张照片拍得很漂亮。我也觉得，这张照片有机会代表学会参加比赛。哇，好羡慕你！你回来之后啊，多参加学会的活动，也会有机会参加比赛。哎，我该去上课了，先走了。好，我还想再看一会儿。谁啊？魏医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知道你有时候会怕黑，我也会。每次我觉得很黑，
就会听这首歌。我们一起感受一下。病人对医生的信任，的确能提高治疗的效果，但是不可以越过界限。现在你的情况稳定下来了，之后我会把你交给别的医生。如果以后你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很不安，就听听这首歌，回想一下这一刻，你的情绪也可以稳定下来。这是我给你做的最后一个治疗。魏医生，文瑞杰，文瑞杰，你跟我女儿说了什么？为什么她回家之后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？我跟他说了你想要我说的话，把他交给别的医生，不再给他治病。我担心她复发，你最了解她的情况。欣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绿眼杀手？绿眼杀手，他杀了几个人，他亲手掐死他们，然后切掉他们的小手指，蘸他们的血，在背上写字。如果我是绿眼杀手，你不怕？把你手机的录音关掉，再慢慢聊。你想看是吧？我给你看。我有虹膜异色症，因为这件事，从小到大被别人嘲笑，所以我希望长大之后可以帮助弱势群体，就像你跟朗清。你干嘛跟我说？自己去跟警察说。你想报警？只要可以帮我女儿，我什么都会做。我知道，你为了你女儿，还杀了马勇。如果你要报警，会把这件事说出去吗？如果没有我教你怎么处理尸体，怎么应付警察，你已经坐牢了。杨碧欣，为什么我一直用心帮你，你却不信我？说不定你真的有被害妄想症。我没有妄想症，是你一直想害我，是你想我一直有精神病。这些药是你开给我的，我每颗都检验过，是维生素 C。你根本不是给我治病，是想要我继续发疯。在香港，同时拥有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这2种资格的人不超过10个，我是其中1个。依照你的情况，我用了一种心理暗示技术治疗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你没听过望梅止渴吗？你连吃安慰剂也有副作用，证明你的问题是受心理影响。所以之后我们会着重心理治疗，而不是药物治疗。我告诉你，我有虹膜异色症，
是希望我们能互相信任。欣姐，我真的想帮你，你想不想帮你自己？对不起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哎呀，我把你这里弄乱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下次会准时回来复诊。你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，请你在提示音后留言。欣姐，你是不是拿错什么了？还是故意拿走的？如果你不小心拿错了，打个电话到我诊所。我知道你把手机里所有资料删了，但是如果我把你的手机交给警方，我相信他们可以看到里面所有资料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？我有秘密，你也有秘密，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让警方知道，所以我把手机还给你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搞我女儿。马勇的案子，特案组还在调查。如果你以后有问题，来找我，我会继续帮你。疑神疑鬼，对你的病没有好处。朗琴，朗琴，你小时候装睡还会打呼噜，不打了。我哪有打呼噜？打呼噜的人是哥哥，他以前爱打游戏，躲在被窝里打到天亮。我还以为你这几天都不会理我了。我买了甜品，出去吃。来，快点。我记得你很喜欢吃汤圆，我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。来，快吃。谢谢妈妈。好吃，
真的？嗯。这照片是韦医生让我发给你的，他要我跟你说，你跟他的关系只是医生和病人，让你别想太多，要专心上学。你以后一定会认识很多新朋友。咦，有甜品吃啊？是啊，来。啊，谢谢。我今天看新闻，说你们抓到了爆炸案的主谋了。那个血字杀手怎么样？他快要上学，我很担心。韦医生说我没问题。韦医生呢，是专门研究血字杀手的专家，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血字杀手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开会讨论案情，你放心吧。是吗？但是我还看到新闻说，那个爆炸案的主谋是你们特案组的人。他在特案组那么久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妈咪，你想说，血字杀手也可能一直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才很难抓到他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想隐瞒，不想被发现。我去睡觉了。你还没吃完？对啊。哥哥，韦医生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，他没跟我说过。你们关系那么好，也没告诉你吗？没有。可能你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。算了。妈咪，或许你说的对，每个人都可能有不想被发现的秘密。Yes，再来。要赢你，我想真的要劲风出来才行。我们一会儿还要回特案组开会，现在聊一聊。你那么急着要开会，对杀手有新的看法？他应该快要杀人了。怎么这么说？马勇也不是死了很久，冷静期还没过。冷静期不应该从马勇开始算，应该从朗晴开始算。你认为马勇根本不是他原来的目标？所有受害者都是19到26岁，他们没涂指甲油，没染发，而且喜欢绑马尾，遇害的时候都穿着白色裙子。但是马勇的特征和年纪根本完全不符合，还有关于他的死因，晚前有新发现。这3张是当年血字案死者的 X 光，死亡原因都是舌骨断裂。但是我发现，马勇这张，他的舌骨断裂情况特别严重。你们看 ，C2 和 C3 都有损伤。能够掐断柔韧有弹性的舌骨，凶手需要对人体有专业知识，双手需要往上推，而且握力要很大，手指用的力至少要有20公斤。根据以上各种原因，凶手不可能是辛姐，而且代表着凶手动手的时候带着强烈的愤怒。为什么他那么愤怒？可能他认识死者马勇。他放过朗晴，可能是因为对朗晴产生了特殊的感觉，抑制了他自己杀人的冲动。之后他可能知道马勇曾经伤害过朗晴，他要告诉马勇，这个是我的猎物。他就是带着这种愤怒，才会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。这样算不算是报复？如果他真的为了朗晴而报复，这就代表他真正的杀人欲望还没得到满足。按照你说的，那个杀手很快找到新目标了。那如果我们从朗晴之后开始算冷静期，他现在应该已经找到目标，他心里应该蠢蠢欲动，找机会想动手。但是冷静期未必那么短。朗晴之前的遇害者已经是2年半以前了。应该是因为爱情，他得到爱情的满足，所以那段时间不需要杀人。为什么这样推测？因为我最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。麦等星接受你了。
其实只是我单方面觉得开始了。你想想，我本来在内在世界应该已经消失了，但是我奇迹地回来了，这就是爱情伟大的力量。你呢？我看到你的结婚照。欣姐给你看的。她说了什么？她不是给我看，她是给朗晴看。我明白，可能欣姐觉得朗晴过分的依赖我。医生的确不应该跟病人有感情关系，我之前也试过一次。所以照片里那个是你以前的病人？对，他精神状况出现问题，所以找我。他对我特别信任，后来我也慢慢的对他有好感。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样是违反了医生的道德操守。后来我为了他，没有继续在医院当精神科主管，搬到深水埗这里开诊所。所以我觉得这么做对朗晴也比较好。你太太现在怎么样？不在了。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医生，最近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觉得害怕和困扰。我老是想着这件事，所以一直都睡不着。你可以信任我，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姐，你迷路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想问呢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房子？这房子、我见过，在那边。从这里走过去要1个小时。哦，你小心点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
之前发现的血渍裸尸都是在后巷里，这次怎么会在这么偏僻的山上？怎么看啊，朱姬？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杀手。死者年龄是20到25岁，背上有血渍，穿白色连衣裙，也是小手指被凶手切掉。你们过来看，这是酸枣，但是这附近没有这种酸枣。这里不是一般的爬山路线，平时没什么人，难道是凶手留下的？我去附近看看。我陪你去。晴天雨天都来，他为什么经常来呢？妈咪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以后想带朗晴去爬山，所以想找一条比较轻松的山路。就是这些。我先过去。你发现什么了？你看看。这里附近的草都长得很茂盛，但是只有这里全枯萎了。这里草枯萎了，很有可能是受到氮、磷还有钾的影响，这些都是人体分解的时候释放的化学元素。根据附近植物枯萎的范围推测，下面应该不止一具尸体。加上刚才的女尸，一共死了4个人，有的已经死了几个月。这3具尸体的死亡时间都不一样，死亡时间大约在大半年之内。杨 Sir， 韦医生到了。韦医生，欣姐在这里，来爬山吗？嗯。你猜错了。你说凶手在得到爱情之后不会再杀人，但是他遇到朗晴之前已经杀了3个人。他把尸体埋得这么偏僻，不是酸枣，我们也不会找到这儿。他不只留下酸枣，他还知道我们特案组有法医人类学家，所以在这里埋了3具尸体，是故意让我们发现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他再杀一个人，只是想通知你们，他曾经杀过3个人，埋了3具尸体。但是你们特案组没有人查到，他享受不了他的成果，才故意给你们线索。他想玩猫抓老鼠，他想当猫。韦医生，我分析的对不对？我很同意欣姐的说法。我觉得凶手是冲着我们特案组而来，想挑战我们这里每一个人。你话还挺多的，杨碧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你的同僚说了，我听别人说这里很漂亮，我想看看适不适合带我女儿来这里爬山。你听谁说的？有他电话吗？打给他。我忘了他的名字。你记得他说的话，不记得他的名字，你选择性失忆啊！我在网上看到，怎么会记得他的名字？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？欣姐，你告诉我的同僚是别人说的，为什么你不直接说在网上看到？你说的是什么群啊？我在网上看到，我又不记得啊？网上的爬山群有好几百个，聊天的内容差不多，不记得也很正常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我妈咪刚回香港，如果真的有人死了超过6个月，根本不可能是她杀的。我也觉得
不是欣姐做的。不过如果江 Sir 怀疑他，可以请欣姐回去问清楚。欣姐，你不会拒绝吧？不会。江 Sir， 今天发现的4具尸体是不是血字杀手杀的？确认死者身份了吗？上次精神病患者被杀跟这次犯案手法是不是很相似啊？杀手杀了那么多人，埋尸那么久，是警方的疏忽吗？江 Sir， 说几句啊，江 Sir。我们警方对任何案子从来不会掉以轻心。至于是不是同一个杀手，我们会全力调查。但是在没查到任何结果之前，我希望各位传媒朋友不要乱写，因为我不想制造不必要的恐慌。不用担心。顺天，有没有找 MPU 拿资料？全香港失踪人口是3000多，不仅要找20多岁的女孩，只要身高符合的，全都给我发过来。Yes, madam. 没那么心，江 Sir 呢？应该在开记者会。谢谢。麦德星，法医有初步报告了，在案发现场首先发现的死者，死了不到24小时，致命伤是舌骨断裂导致窒息。有传媒朋友说，这个杀手在挑战警方，我再次强调，绝无此事，因为这3具尸体都是我们特案组发现的。我们特案组的法医人类学家在现场的草地发现不寻常的枯萎，所以推断在泥土下埋藏了尸体。我重申，这个凶手极度凶残，但是无论他用什么手法杀人或者掩饰，我们特案组很多专家都能破解。这个只会躲起来、敢做不敢当的变态杀手，最后一定会被我们特案组绳之以法。谢谢各位。知道了，谢谢。程 Sir， 刚刚收到消息，明天0730的早会，处长也会出席。OK。我先去做事。好。处长跟我说，特首很关注这件事，所以要在1个月之内破案。你有没有信心？我们特案组已经找到调查方向。如果这案子搞不定，我想处长会找聂山回来，到时候特案组就不是你负责了。聂山，他的病好了吗？你放心，程 Sir， 我已经利用传媒刺激杀手，我相信杀手很快会出现。你这么做是错的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你刚才在记者会上是在挑衅凶手，这样做很危险的。我们有3万警察，怕他不成？这件事很严重，他本来是秩序型连环杀手，这样可能会刺激他改变他的规律，到时候更难预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如果因为这样他又杀一个人，程 Sir 你能承担责任吗？闭嘴 ！Sir， 他可能当卧底太久了，变得没大没小，我会好好教教他。叶劲峰，跟我上来。知道错在哪儿吗？你话不是很多吗？说。Sorry 啊，江 Sir， 我看你刚才有话不方便跟程 Sir 说，我才帮你跟他说。你想想，特首压处长，处长压程 Sir， 破案的话就是程 Sir 领导有方，出问题就要你这个特案组负责人背黑锅。你说那么多，只是想我放了你嘛，对吧？我是你的下属，我当然支持你。不过我妈咪在问话室待了很久，是问是放，你也给个答案。你很熟悉犯罪心理。凶手喜欢回案发现场看着。发现马勇尸体的时候，你妈在场；刚发现4具尸体，你妈也在场。怎么解释？我妈咪她是无辜的，她没有绿眼睛。韦医生说，这个凶手是冲着我们特案组而来。他留下酸枣，是因为知道我们有法医人类学家。他留下那么多血渍，是知道你是笔记专家。如果真想帮你妈，快出去做事。还有，杨碧溪是你妈妈，一会儿做笔录你不能在场。尸体经过自然环境的腐化，很多痕迹已经没法用肉眼辨认。我们会用 Lumino， 就是发光胺，看看皮肤上面有什么东西。
这些字好像在之前血字案的尸体上见过。他们看着很像，其实不一样。不一样？对啊，写的时候的心情不一样。这几个字的 baseline 都是向下，代表凶手写的时候心情很低落，很负面。几年前的尸体上面的字的 baseline 和收笔都向上，当时他很亢奋，跟现在这几个字不一样。这个呢？这个受害者才死了1天，应该最能够反映凶手现在的想法。凶手在杀人后那一刻的 feeling of aggression 和紧张感都不能及时释放，所以他收笔呢，自然会有积墨，就是一般说的顿笔。但是你看这个字，它不止没有积墨，每一个字都向上翘，横笔向前推进，代表这个人写字时情绪很高涨，带着兴奋和期待，他想挑战我们。凶手最近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，高高低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记得其中一个受害人身上的字也是这样。不相信別人，怎可教出我心？將一位真我籠裏囚禁，誰又妄想走近？不相信未來，才埋沒感情，不稀罕去被愛。如何避免沒有大結局，有傷害？其實我期待着愛情相當固執，太小心還是太聰明，偏偏錯失。怕是誰成為習慣地天天對着放不開，再突發消失。承認我提防着自成一天變質，自信心頭上有光環，始終不可帶着痛，長期在變。